这是一次改变美国国运的开端。只有看懂伍德罗·威尔逊，才能看懂美国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他们表面的大政府、小政府之争，其实都是幌子。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一个集权怪物，他们比谁都清楚集权的威力有多大。首先，威尔逊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与政治学博士，可以说是专业对口了，而且还是美国博士中纯度最高的学术研究型博士，单枪匹马的在美国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公共行政学。1856年，威尔逊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他的童年被两样东西死死焊住：战火的恐惧与加尔文教。这两样东西直接奠定了美国日后整个系统的底层逻辑。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他亲眼目睹了松散的南方邦联是如何被北方高度集权、工业化的国家机器碾成肉泥的。从这一刻开始，就给他的内心烙下钢印：民主是混乱的，分权是致命的。战争的创伤让他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恐惧，底层的民众如果被煽动，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地方的州权如果太强大，系统就会崩溃。这就是他毕生要去解决的问题。威尔逊的父亲是个狂热的长老会牧师，从小就给他灌输加尔文教的核心教义——预定论。这是极其冷酷的一种神学体系。预定论的核心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决定谁得救，谁沉沦，人的努力不能改变这个结果。加尔文教强调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人间充满罪恶与失序，换句话说，必须经营治理人间。1885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国会政府》。他指出，当时的美国权力并不在总统手里，也不在整个国会手里，而是散落在国会内部47个大大小小的专门委员会中。每一个委员会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主席们权力极大，却互不往来。这种权力的碎片化导致了严重的责任真空。威尔逊对此极为厌恶，他觉得当权力被分割成碎片时，他就变得不可追踪；当责任被稀释时，他就变得无法追究。这里面他还表达到对英国内阁制的羡慕。他认为行政权和立法权不应该像美国宪法设计的那样相互对抗，而应该像英国那样融合。只有权力集中，责任才能明确。他渴望一个像英国首相那样的领袖，能够通过一个核心团队直接指挥整个国家的机器，而不是在47个委员会之间像乞丐一样讨价还价。同时他在里面还提到一个关键点，他认为国会那47个委员会之所以能暗箱操作，是因为他们躲在阴影里，而总统如果能站在聚光灯下，通过演讲和文字直接向民众解释政策，就能产生一种降维打击的压力，迫使国会屈服。通过公开演讲和透明的沟通，可以让百姓看到是谁在阻碍改革，甚至能因此获得超越宪法的权利。这套逻辑被后来的小罗斯福、里根玩得炉火纯青。1887年，他发表了行政学研究。31岁的威尔逊在这篇论文里抛出了一句话：行政管理是商业性的。他成功的在大众脑子里植入了一个观念：收税、发钱、搞基建、管行业，这些不是政治，而是技术活。既然是技术活，老百姓就别插手了，得让懂行的工程师来。在文中毫不掩饰对普鲁士表示崇拜，他要建立一套等级森严、专业闭环、不受民意左右的常任官僚体系。这套体系不向总统个人效忠，也不向民众效忠，它只向效率和专业规则效忠。1910年，54岁的威尔逊当上了新泽西州州长。当时新泽西州的大佬看中了威尔逊，认为这个书呆子校长容易控制，想把他当成政治傀儡推上去。1910年11月，威尔逊高票当选州长。威尔逊在就职演讲中直接变脸，威尔逊公开拒绝任命大佬指定的候选人担任参议员，并以民意代言人自居，直接向选民喊话，让大家一起抵制这货。同时，威尔逊强推格伦法案，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以后谁当候选人，老百姓说了算，大佬说了不算。这一招极其毒辣，他直接切断了地方门阀的生命线。在格伦法案之前，谁能去竞选州长，老百姓说了不算，全靠几个大佬坐在密室商量好。这次张三去当市长，李四去当法官。张三想当市长，就必须向大佬宣誓效忠，并在当选后把政府的基建合同、警察职位，甚至清洁工名额拿出来交给大佬分配。再加上这对老百姓来说也十分不爽，老百姓去投票，发现选票上的候选人不是阿猫就是阿狗，在粪坑里挑稍微好一点的。但威尔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在制度设定上绝对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说了算。他把收多少税、怎么发货币、怎么搞工业审查这些关乎命脉的行政权力上，他转手就交给了不接受选举的专家委员会。流氓大佬还能通过请客吃饭、利益分红来讨好，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手握专业法规的官僚百姓连见都见不到。这位54岁的新手州长用2年的时间，在新泽西州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集权演练。1912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是3足鼎立，首先是威望极高的老罗斯福，自立门户搞了个进步党，跟他之前的共和党搞对抗。他带着一帮铁粉在全国狂喊：我要把权力从华尔街夺回来。还有现任总统塔夫托，他手里握着共和党的正统名分，基本就是资本要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他。共和党的选票被这2个男人一刀切成了2半，只要这2个人不复合，威尔逊就算躺在家里睡大觉，只要能保住民主党的底盘，他就稳赢。威尔逊在1912年抛出的竞选纲领叫做新自由，他用最清新脱俗的词汇自由、竞争打倒特权。他的口号是粉碎垄断，恢复竞争。他主张用法律手段把大财阀强行拆散，让美国回到那个街头巷尾都是小商贩、小工厂的田园牧歌时代。还提倡降低关税，把被利益集团偷走的钱还给消费者。其实这是他为了在日后收更多的税，
同时他表示要建立一个弹性的、为大众服务的货币系统，不再让华尔街垄断信用。还有向选民保证建立规则铁笼，让小企业不再受大企业的欺凌。威尔逊这套纲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利用了认知的时差。百姓认为新自由是去中心化，是把权力从华尔街收回来还给老百姓，而威尔逊实际操作确实是把权力收了回来，但绝对给不了老百姓一点。1913年上任后的威尔逊表面告诉你小政府、新自由，实际上他上任第1年就开始来了个超级集权。首先第一个关税闪击战，4月份他强推安德伍德关税法，名义上是打破财阀垄断，降低百姓物价。关税在当时是联邦政府的命根子，占财政收入约 50%。威尔逊主动砍断这个命脉，是为了向死而生。只要关税一降，联邦财政瞬间大出血，这就把国会推到了墙角，要么眼睁睁看着国家破产，要么就得同意威尔逊的新裁员。紧跟着10月份，趁着财政赤字的紧迫感，第16修正案正式落地，个人所得税登场。在美国历史上，威尔逊之前其实有过2次个税尝试，但都因为水土不服被宪法给顶回去了。其中一次还是威望极高的林肯。第16修正案，它的文案非常简短，但威力极其之大。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无需在各州间按比例分配，也无需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首先，任何来源，别跟我谈什么投资收益、遗产还是工资，只要是钱，政府就能抽。第二，无需分配，彻底废掉了各州作为财政中间商的地位，这种是给美国联邦来了个前所未有的集权。威尔逊在推动修正案落地时，展现了极其高明的公关技巧。1913年刚开始收税时，起征点是$3000，当时是巨款，税率仅为 1%， 全国只有不到 1% 的人需要交税，只要开了头，往后就好搞了。同时，第16修正案还给联邦政府一个极为重要的权利——审计权。在个税法案下，纳税人负有申报义务，这意味着你必须向政府主动交代你的经济收入。为了执行第16修正案，联邦政府必须建立庞大的官僚网络，有权调取你的银行记录、合同和账簿。有了这笔钱，联邦政府才真正摆脱了穷酸样，有财力去供养美联储、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后来一战中那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第16修正案是美国从自由人的共和国转向官僚管理的行政国家的分水岭。往后的美国公民，你能骂总统，你能怼天怼地，但不能不交税。正如那句流传甚广的美国谚语：世上唯有死亡与纳税不可避免。在美国，你可以不相信上帝，但你必须相信美国国税局。美国国税局的辉煌战绩往后是数不胜数。在美国，你可以杀人越货，只要你记得给这笔赃款交税，但你偷税漏税，你就完犊子。往后无论你躲到天涯海角，甚至飞出地球，他们都有办法把你找出来。第16修正案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搞定个税问题后，威尔逊的行政国家蓝图还差最后一块拼图，就是把货币主权从华尔街的银行家手中夺走，编入官僚体制的序列。1913年12月23日的平安夜，当绝大多数议员已经踏上回家的火车，沉浸在火鸡和颂歌的幻想中时，57岁的威尔逊在白宫悄无声息地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在此之前，美国的金融系统就像一个没有刹车的巨型法拉利。当时全美有几千家银行都在发行自己的纸币，都是金本位下的代金券，一旦发生挤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一大片。1907年，美国爆发金融大恐慌，最后竟然是靠老摩根一个人坐在家里召集银行家们开会，开出来的稳定。作为一个行政集权迷，威尔逊无法容忍这种国家命脉掌握在私人老头手里的现状。威尔逊非常高明，他知道单靠政府玩不转金融，要么会变得极为低效，要么变成政客们的钱包。所以他建立的美联储是一个公私合营的混合体。他这个法案不像欧洲那样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而是建立了一个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组成的网络。按照经济区域，将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在华盛顿设立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后来的联储会前身，而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总统提名。他们不负责具体的存贷款业务，而是负责制定大方针，监督12家地区银行，并掌握最终决策权。这就是典型的行政招安，让私人银行出钱干活，让总统任命的官僚在上面发号施令。法案最重要的实务成果就是后来的美钞，废除了以前成千上万种混乱的银行券。法案规定，只有联邦储备银行有权发行这种弹性货币。法案强制要求所有加入系统的成员银行必须把一部分存款上缴，并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以前各家银行的准备金是分散的，遇到挤兑就一起完蛋。现在准备金集中在一起，哪家银行出事，联储就可以调动这笔巨款去救援。联储从此成了银行的银行，它拥有了无限的流动性支持能力，把原本属于私人大亨的救市职能彻底行政化。而且联邦储备委员会其成员全部由美国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确认。虽然它是私人银行出资，但美联储每年的巨额利润必须全部上交给美国财政部。而威尔逊之所以要给美联储设计独立性，其实是为政府准备的防火墙。如果美联储完全听命于总统，总统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美元的国际信用会迅速崩盘。保持专家治理的表象是为了让全世界相信美元是稳定的，而且还是个甩锅大法。当经济过热需要加息，导致老百姓房贷上涨时，总统可以摊摊手说，那个美联储是真坏，不把老百姓当人。时不时还能给民众抛出两句，我很孤独，我对此感到很难过，我这双只会过航母的手竟然连一张小小的利率表都改不动，我很难受。
我亲爱的百姓，爱你哦。实际上，美联储高层全是由他提名。在提名之前，白宫的幕僚们早就把候选人的背景、观点，甚至忠诚度都摸得清清楚楚，底裤都给你扒干净。如果你不配合行政大方向，下一届你就要卷铺盖走人。1914年搞定了钱，威尔逊开始搞定规则。他不仅要收你的税，还要监督你怎么做生意。威尔逊设立了一个由总统任命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企业的经营，名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前大企业合不合法由法院说了算，现在合不合法由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行政官僚说了算。这标志着美国从法治向规制的跨越。在此之前，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事后法治。如果你是个大资本家想搞垄断，政府得去法院告你，双方律师当庭对质，法官根据谢尔曼反垄断法这种明确的条文来裁决。法律是滞后的，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政府经常输。然而，威尔逊的规则逻辑是设立 FTC， 由一群总统任命的专家坐在办公室里，他们不需要等你犯错再去告你，他们可以直接定义什么是不正当竞争。他们发布的不是法律，而是行政指令。行政权力从此绕过了法院的繁琐程序 ，FTC 既是立法者，又是调查员，还是初审法官。这种三权合一的小型闭环是规制的核心。威尔逊的设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他故意留下了一个极其模糊的词：不正当竞争方法。到底什么叫不正当？法律没说，字典没说，只有 FTC 的专家能解释。有时候一些东西越模糊越有无限的可能。威尔逊上任的第一期完成了权力的末梢接通，个税接通了公民的钱包，美联储接通了银行的柜台，而 FTC 则把触手伸进了企业的会议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框架下，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从法律条文上真正实现三权合一。但是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个在实质操作层面通过行政手段无限接近这个禁区的人，那绝对非伍德罗·威尔逊莫属。而小罗斯福就是那个把这套设计推向巅峰，甚至差点把宪法框架挤爆的超级执行长。然而威尔逊对于这种权力感觉还不够。下一期我们再一同了解威尔逊如何把美国在战时打造成一个超级普鲁士。他能够让美国在战时全美的工厂瞬间变为兵工厂，让全美从松散状态迅速变成类似统一的德意志那般疯狂。他可以全面管控粮食，接管铁路，甚至接管一切。